爷爷年轻时给一条蛟蛇算了一卦，第二天大河里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走蛟事件。因为爷爷帮那蛟蛇挑了一个合适的契机，那条蛟蛇才成功化龙。从此以后，爷爷的挂柱上就挂着一块碗口大的鳞片，也因此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铁嘴神卦。正因为爷爷的名气太大，引来了不少同行的记恨。那天刚好是开挂的日子，庙里黑压压的站满了等着算卦的人。此时县里号称袁铁嘴的卦师领着10几位有名望的先生来找麻烦，打算把爷爷的名声搞臭。袁铁嘴一屁股坐在挂桌前面，气势汹汹拍着桌子。爷爷抽了几口烟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老袁，你想算什么？”袁铁嘴拿出一个木盒放在桌上，木盒大约1尺大小，四四方方，同时又把一块铜牌放在桌上，凶巴巴地说：“老骆，算出木盒之物，龙头牌归你，你做龙头老大。”此时来求卦的人群中立刻发出一片嘘声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，就算爷爷算得再准，也不可能算出木盒里装的什么。袁铁嘴等人幸灾乐祸的，以为这下爷爷的老脸要丢大。爷爷似乎根本没把龙头牌看在眼里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让我算也可以，不过我还有个条件。”袁铁嘴拍着胸脯说：“老骆，只要你能算得出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5年后带孙女来，跟我孙子定娃娃亲。”袁铁嘴听后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老骆，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，我儿子还没结婚，哪里来的孙女？还有你这个家伙打了大半辈子光棍，你是想孙子想疯了吧？”见爷爷起身要走，袁铁嘴有些急了，他冷笑着问：“老骆，你莫不是输不起吧？行，我答应你，如果真有孙女，就按照你说的办，到时候我亲自带她来，跟你孙子定娃娃亲。”爷爷摇摇头：“你不可能亲自陪着她来，因为你根本等不到那一天。只要你告诉你儿子这件事就行了，我孙子会成为你们袁家的贵人，帮你们度过一劫。”袁铁嘴一听，拍着桌子对着爷爷骂道：“老骆，你这个乌鸦嘴，居然盼着我早死！”原本非常热闹的土地庙立刻安静下来，上百双眼睛不敢眨眼地盯着爷爷。我们骆家最擅长的是金钱卦，属于6爻卦的一种。爷爷算卦用的是一枚祖传的铜钱，爷爷把铜钱夹在双掌当中，双眼微闭，嘴里默念着遇事不明。6爻断丝拧之后一松手，铜钱落在桌子上。爷爷看着卦象说道：“上卦为离火。”上卦为离火，下卦为坎水，是一副未济卦。离为火为鸟雀，盒子里装着的应该是知鸟。水为坎为流动之物，则是指流鸟。火为红，水为黑，鸟身上有褐纹。看着爷爷分析卦象的袁铁嘴等人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。虽然他们都是阴阳卦师，也都擅长算卦，但他们却很清楚自己绝对做不到这一点。爷爷继续说道：“盒子里装着的应该是指麻雀吧？”袁铁嘴等人闻言面面相觑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盯着木盒。待到木盒被打开时，庙里瞬间响起了喝彩的掌声。果然是一只麻雀，嘴巴和身体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放在盒子里，只有一双眼睛在咕噜噜的转个不停。袁铁嘴等人也尴尬的脸红脖子粗，他们虽然对爷爷心服口服，却不甘心就这样认输。爷爷见状，淡淡的说道：“那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。”“那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若能算对，这龙头牌还是你们的。”“老骆，你想让我算什么？”“我要你算他是生还是死。”袁铁嘴听完顿时懵了，因为如果他说是生的，那么爷爷手掌用力捏死麻雀，自己就错了；如果他猜是死的，可麻雀却是活的，此时麻雀的生死就掌握在爷爷手中。袁铁嘴憋得脸色铁青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姓骆的，算你狠！”起身灰溜溜地领着那些人往外走去。经此一事，爷爷名声大噪，整个风水界提起爷爷都是如雷贯耳。直到第2年的秋天，爷爷去帮人看阴宅，路过坟地时听到有哭声，随后就在坟地里发现了还是婴儿的我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看到爷爷就立刻停止了哭闹，还朝着他咯咯的笑。爷爷觉得我们爷俩有缘，就把我抱回家抚养，并给我取名叫洛阳。袁铁嘴虽然输给了爷爷，但是他打心里佩服爷爷。就在跟爷爷打赌的第2年，他儿子结了婚，还生了个女娃。因为爷爷起卦时都要默念6爻断丝宁这几个字，所以袁铁嘴特意给孙女取名叫袁思宁。就在他兴冲冲的准备按照赌约给我和袁思宁定娃娃亲时，袁家却出了件很诡异的事情。袁铁嘴因为上厕所时熏到了茅坑，结果被一块瓦片从屋顶落下，刚好砸到他的头上，晕了过去。袁家跑遍了所有的大医院，然而医生也是束手无策。直到一天半夜，袁铁嘴突然清醒过来，一连喝了好几碗粥。袁家人非常高兴，以为他身体痊愈了。然而袁铁嘴却指着爷爷所在的方位说道：“老骆，我服了你了，这辈子我袁铁嘴只服你一人。”随后他把当年联姻的事告诉了身旁的儿子，并嘱咐儿子到时一定要去。当时儿子还埋怨他，反正你也要好了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去。袁铁嘴听罢却无奈地摇摇头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便撒手人寰。听到袁铁嘴去世的消息，爷爷很伤心，他们两个斗了半辈子，
也算惺惺相惜了。我问爷爷，袁铁嘴是不是因为给人算命泄露天机，才会落到这种下场？我泄露的天机更多，不也好好的？他是被人算计的。1个月后，袁铁嘴儿子的一家人连同几10名亲戚一同找来我家。袁家很有实力，当时来了10几辆黑色轿车，我只记得跟他们一起来的，还有一个长得唇红齿白的小女孩，她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。爷爷把我的一缕头发用黄纸包好递给袁家，袁家也把女孩的一缕头发装进一个玉坠里面递给爷爷，爷爷把玉坠戴在我脖子上，并叮嘱我一定要保存好，绝对不能弄丢。之后大人们在屋里谈事情，我和袁思宁就到外面去玩。袁思宁拉着我的手不停地管我叫哥哥，几个小时后他就被袁家人带走了。望着那么多汽车飞驰而去，我头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失落。从那天开始，爷爷就教我算卦，把所有关于金钱卦的东西交给了我。在我18岁高中毕业那年，爷爷边抽烟边跟我说：“杨儿，爷爷年纪大了，不能再给人算卦，你接我班吧。”这10多年来，我尽得爷爷真传，却从来没亲手给人算过卦。没想到老头子说退休就退休，特意举行了一个封卦仪式。那天受过他恩惠的人都赶来了，爷爷把那枚祖传的铜钱传给我，并要我1个月开一次卦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第一个找我算卦的是同村的王婶，因为爷爷金盆洗手，大伙都对我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有些不信，跟爷爷算卦时车水马龙的场面不同。我第一次开卦显得非常冷清，一直等到下午，王婶才抱着他儿子满头大汗的走进来。他告诉我儿子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因为住在同一个村里，我经常见到那个男孩，他叫小毛，刚好2岁，非常活泼好动。这次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王婶实在走投无路才来找我想办法。听了王婶的话，我默默地摇头。石围磨村子西南方刚好有一块石磨，随后我们来到那块石磨前，围着碾盘仔细寻找。王婶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，是哪个混蛋居然敢用这种手段害我？可当天夜里三太奶却去世了，具体事实也就没人知道。而我也隐隐觉得三太奶的去世跟那个纸人有很大的关系。虽然村里死了人，可我的卦还是灵验了。本来想让爷爷夸夸我，可老头子却一直都沉着脸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经过这件事，我的名气大了很多，虽然无法达到爷爷那种程度，至少也有了一个好的开端。如果三太奶的去世纯属巧合的话，那么接下来大柱的死就绝对不是巧合。大柱跟我年纪相仿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第2次开卦那天刚把庙门打开，大柱和几个同伴跑进来，笑着跟我说：“洛阳，听说你的卦很灵，你也帮我算个卦吧。”我瞪了大柱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就别跑着来捣乱了，算卦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每一句话说出口都是要应验的。”然而大柱却收敛了笑容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更不会少给你挂金。见大柱这副模样，我才答应给他算卦。见我答应，大柱当即把裤腿掀开，露出了小腿肚上拇指大小的一个黑包。昨天我在田里干活时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，回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。你帮我算算是什么咬的？既然大柱这么信任我，我就给他开了一卦。可当我看到卦象时，瞬间打湿了后背。见我脸色不好，大柱也严肃起来，问道：“洛阳，我的伤什么时候能好？”不敢直接告诉他结果，便跟他说道：“你被那藏身水底的黑色蜘蛛咬伤，那蜘蛛的毒犹如蛇血，你得赶紧去医院瞧瞧，别耽误了治疗。”大柱脸色唰的一下变得煞白，他哆嗦着嘴唇问道：“难道是谁鬼蜘蛛？”我微微点头。大柱这下是真的慌了神，他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都变了：“洛阳，多谢你提醒我，等我病好了一定好好的谢你。”说完他也没干耽误，和几个伙伴急匆匆离开，打车去了医院。1个星期后，大柱的尸体被抬了回来。经过了这2件事，我的名气也慢慢传开。就在我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，爷爷的话却让我彻底的凉了心。只见他抽着烟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杨儿，你的第3卦暂时不能给人算。”我不解地看着爷爷，问道：“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”爷爷却摸着我的头说道：“你连开了2副卦，就死了2个人。”我总觉得有些不妥，不过爷爷转头却笑着说：“你也不用担心，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，将来你的成就一定在我之上。不过凡事都有定数，你的第3卦时机还没有到。”随后爷爷根本不给我继续问下去的机会，直接就把庙门锁上了。好在老头子这些年有一些积蓄，再加上家里的几亩田地，也足够我们祖孙2人生活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年，这2年无论什么人找上门来怎么哀求，爷爷就是不同意我给人算卦。很快我积累的一些名声也消失殆尽。就在我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那天爷爷不在家，我正在地里干活，邻居跑来告诉我，有人把你家的庙门给砸了，并扬言说如果你不露面就把庙给拆了。我赶紧跟着邻居跑到庙门口，只见广场上停着一排豪车，一个浑身名牌的年轻人正坐在大厅的椅子上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张浩轩，张家也是有名的阴阳世家。当年爷爷和袁铁嘴算麻雀时，他爷爷张策也在场。
在那之前，龙头牌一直都掌控在他们张家人手里。见我进来，张浩轩站起身说道：“洛阳，你这个缩头乌龟总算舍得露面了。龙头牌本来就是我们张家的，你们洛家根本没资格掌管它，所以我今天来打算把它拿回去。”我走到挂桌前，停住脚步。龙头牌是我爷爷当年凭实力赢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拿回去？张浩轩阴恻恻地说道：“都说你们洛家挂术通神，不知道你学了你爷爷几分的本事。今天我们就按照规矩来，你算一卦，如果算对了，龙头牌仍旧归洛家，否则我不仅要把龙头牌拿走，还要拆了你这卦坛。”我双拳紧握，忍住了心中的怒火。想到没有得到爷爷的同意，我不能随便给人算卦。随后我冷声说道：“张浩轩，我没心情给你算卦，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！”张浩轩闻言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是个怂包，不过是仗着你爷爷的名声罢了。其实你只是浪得虚名而已。如果你主动认输，从我腿下钻过去的话，我可以放过你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猛地一跺脚，就算是搭上小命，也不能让你辱没了洛家的名声。我盯着他的脸说：“吧，你想让我算什么？”这家伙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说道：“你就给我算算，我能活到多少岁吧？”听到这话，一旁围观的村民也都小声骂道：“这也欺人太甚了，这是让小洛坏了规矩。”作为阴阳师，张浩轩肯定知道，在我们这一行有条规矩叫算生不算死。一名卦师无论能耐多猛，大都不可以去断言别人的生死，因为那是一件泄露天机的事情，会遭天谴。见我犹豫不决，张浩轩哈哈笑道：“怎么不敢算吗？那就乖乖认输吧，以后这卦世界再也没有你洛家一席之地。”我笑了笑，随即说道：“既然你想算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可是怎么才能确定我算的对不对呢？”张浩轩嘿嘿笑着：“这个简单，我先把龙头牌拿回去，如果你算得准，那么在我死之前，会让人把龙头牌连同我的房产一起送给你，不许食言。”我不会食言，反正我赢定了。就连我身后的乡亲们都有些看不过眼，怒骂着他们在欺负人，想要把他们赶出去。我示意乡亲们不要激动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随后我集中精神，双眼微闭，嘴里默念着遇事不明，六爻断丝凝铜钱，连出6次卦象。作为卦师的张浩轩当然也会解读卦象，他背着手漫不经心地看着卦象，说道：“上卦为兑，兑为泽，下卦为毅，毅为风，是一副大过卦。坎卦对应的数字为7，风卦对应的数字为6，我可以活到76岁。看来这块龙头牌要在我们张家手里保存50多年了。”说完，他吩咐手下想要把龙头牌摘下来，我却摇摇头说道：“张浩轩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我劝你还是回家准备后事吧。”闻言，张浩轩收敛了笑容，目光阴冷地盯着我道：“洛阳，你莫不是想耍赖吧？我们张家可是最擅长解卦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样。你刚才解卦是不错，可是这巽卦对应的数字为6，并不是你可以活到76。”张浩轩不屑地冷笑着道：“小，你这话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我。现在到哪里去找水井？我怎么会死在井里？你在咒我死吗？可惜你的诅咒不管用。”张浩轩领着手下耀武扬威地走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副卦象，可我已经给他解过，也就懒得再多说什么。随着汽车轰鸣声越来越远，围观的邻居们也离开了。我重新买来一把锁头，把庙门锁上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不舒服。一方面是为了龙头牌被张浩轩拿走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没能守住爷爷的嘱托，私自给人开了卦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一直注意着张浩轩那边的动静。张浩轩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，仍旧过着花天酒地的公子生活。2天后，爷爷回来了，一进门就问我：“杨儿，你开过卦了？”我就把事情经过跟爷爷说了一遍。爷爷听后沉着脸坐在一边抽烟。这也不能全怪你，该来的终究会来。果然第7天的早上，镇江城的朋友告诉我张浩轩死了。头天夜里，张浩轩和朋友在酒吧玩到深夜，回家的路上开车冲进了一个正在施工的下水井里，车头直接栽了进去，同车的人都只受了轻伤，只有张浩轩从车里飞了出去，一头扎进了下水井里。等人把他捞上来时，张浩轩早已没了气息。当天下午，一道身影怒气冲冲的一脚踢开了院门。看到来人，爷爷很平淡的说道：“老张，这件事怪不得我孙子，都是你家浩轩逼着他算的。”来的人正是张浩轩的爷爷张策。张策脸色铁青，把龙头牌连同一个牛皮纸袋摔在桌子上。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我来帮我孙子履行承诺的。看来张浩轩把这件事跟他爷爷说过了。张策冷着脸看着我：“我算大半辈子卦，从没见过一副卦就要人命的。”他也不等我们回应，转身便走出了房间。看着老张离开，爷爷吧嗒吧嗒的抽着烟道：“老张这人睚眦必报，他一定会把这笔账算到你头上，以后得多防着他些才行。我一直不让你开卦，是因为我发现你跟别的卦师不同，如果机缘未到就开卦，会有神秘的东西知道你的存在，随时都能置你于死地。”然后爷爷便让我把当年订娃娃亲的玉佩拿出来给他看。当我从衣服里把玉佩拿出来，突然发现玉坠表面出现了几道裂痕，像被东西砸过一样。把玉坠打开看看。玉坠里面装着的是袁思宁的头发，可就当我把玉坠打开的一瞬间，忽的一股火苗升腾而起，那缕头发竟燃了起来。看来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随后爷爷便直接把我的指甲和头发收集到一起。你的劫难我可以帮你背，可袁思宁要靠你保护。如果他出了事，那么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爷爷一字一顿地说道。我拉着爷爷的手，连忙问道：“爷爷，你怎么了？”爷爷笑着说道：“杨儿，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。”随后，爷爷的生气被快速抽离，不多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奄奄一息。他紧紧拉着我的手，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，在地窖里我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，等我死后把我放在棺材里。爷爷嘴角带着一丝笑意，随后头一歪便没了气息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抱着爷爷的尸体来到了院子东侧的地窖。我把地窖门打开，果然在地窖中央摆放着一口大红棺材，把爷爷尸体放进棺材内，又拿出一枚铜钱放进爷爷嘴巴里面，来保证爷爷的尸体不会腐烂。最后我把一张席子盖在棺材上面，随后我跪在爷爷棺材前磕了3个头。天亮时我把东西收拾好，带着爷爷留下的那块鳞片从院子里出来。我扭头看了一眼这个生活20多年的院落，眼泪忍不住再次流出来。我离开了村子，按照爷爷的嘱托，搭上了去镇江城的汽车。到了镇江，我打了一辆车，直接到袁家大门口停下。我整理一下衣服，敲了敲门。不一会有人打开了门，是个40多岁、脸色有些发黑的中年人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刘琦，是袁家的管家，小时候跟着袁家人来过爷爷家。他脸上原本还带着一丝笑意，当看到我时，笑容立刻收敛地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“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见袁先生。”刘琦听后撇着嘴不耐烦地说：“袁先生很忙，没时间见你。”说完他转身打算把门关上。我继续说道：“麻烦你告诉袁先生，我名叫洛阳，是铁嘴神怪洛长林的孙子，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关系到袁小姐的安危。”刘琦似乎想了起来，仔细看了看我，才说道：“好吧，你稍等，我去通知袁先生。”说完向着院子里走去。过了10几分钟，他才出来告诉我：“袁先生让你进去。”他领着我来到一个房间，房间里摆了很多古董。袁家自从袁铁嘴死后就不再给人算卦，而是做起了古董生意，生意也做得非常红火。此时袁野正在擦拭着手里的青花瓷瓶，见我进来，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，示意我坐下，随后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冷笑着看着我：“小洛，这只花瓶可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物件，市价10几万，在你们村子里10年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吧？你和你爷爷已经3年多没开挂，日子过得很辛苦吧？虽然这几年很少联系，可我还是关注着你们祖孙2人的情况。”听他提到爷爷，我眼圈一红，说到：“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年轻人，你这样不思进取可不行。我们4令一件衣服都要上万块，恐怕是你们1年的收入吧？”因为爷爷刚去世，我心情很不好，我懒得跟他绕圈子，直接说到：“袁思宁最近有个坎，请您多加小心。”袁野原本以为我是来催婚的，听我这么说才知道我另有来意。他把花瓶放在桌子上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们袁家也是阴阳世家，认识很多道上的朋友，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”我还想继续给他解释，就在这时，大门轰的一声被人踢开，袁野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待。看清楚来人，袁野赶紧起身，笑着迎了上去。来人是一个40多岁中年男人，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，身后跟着2名强壮的手下。袁野陪着笑脸说道：“韩先生，这件事有些误会，你听我给您解释。”中年男人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青花瓷瓶，随后把它拿到手里，问道：“听说这花瓶能值10几万？”袁野见状，脸一下子就绿了，急忙说道：“韩先生，我正在想办法。”中年男人冷哼一声，手一松，花瓶哗的一声落在地上，摔个粉碎。这下袁野彻底傻了眼，刚才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已经荡然无存，用哭腔哀求着中年男人：“韩先生，有话好说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”中年男人怒吼道：“我给了你半个月时间，我的损失谁来承担？”说着，他随手拿起另一只长颈瓶。袁野苦着脸站在一边，虽然心痛不已，却又不敢阻拦。此时我忽然发现，韩先生手中的长颈瓶身上围绕着一丝淡淡的黑气，那是沾染了邪气的标志。我随即提醒他：“长颈瓶摔不得，否则会阴气溢出，导致你邪气入体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下半辈子都会走霉运。”闻言，韩先生疑惑地看着我，问道：“这个小子是谁？什么时候轮到他说话了？”袁野赶忙解释：“韩先生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是从河口村来的，是我的一个侄子。”韩先生把长颈瓶放回到架子上，然后在我面前的沙发上坐下。河口村有位很了不起的铁嘴神算骆老先生，知道你认不认识他？当年我有幸得到他指点，真是受益匪浅。我没想到这么巧，这位韩先生居然认识爷爷。我告诉他骆长林是我爷爷。韩先生听后赶紧站起身来，主动跟我握手。原来是小先生，刚才冒犯了，还望小先生不要见怪。我叫韩战锋，早年受过骆老先生恩惠，只不过骆老先生已经金盆洗手，要不然这件事他一定能帮我解决。继而他眼睛一亮，又问道：“既然小先生是骆老先生的孙子，相逢就是缘分，不如小先生帮我起个卦，指点1、2。”他满脸期盼地看着我，我扭头看了看原野，原野巴不得赶紧把这个瘟神送走，连忙解释：“我这个侄子很了不起，一定能帮您这个忙。”其实我也想让原野知道，
我们骆家人也不是轻易让人瞧不起。韩先生，既然您这么瞧得起我，那么我就给您算上一卦。韩战锋拉过椅子坐到我面前，小先生，如果你能帮我解燃眉之急，我肯定不会亏待你。我问了他的生辰八字之后，集中精神，把那枚祖传的铜钱夹在双掌当中，嘴里默念有事不明，六爻断丝凝铜钱，出手6次卦就成了。上卦为坎为水，下卦为兑为泽，这是一副水泽节卦。我跟韩战锋说，韩先生手里有个大工程，跟水利有关，只是遇到些麻烦，已经出了3条人命。韩战锋迫不及待地朝着手下招招手，从背包里拿出一沓钞票，直接放在桌子上。那些钞票至少有3万块。韩战锋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。小先生，因为这件事我找过很多先生，结果都没能解决，今日还请您帮我想个办法。我淡淡的说道，从卦象上来看，韩先生除了这件事之外，还有件很头疼的事情，似乎跟袁先生有关。我抬头看了袁野一眼，袁野额头上满是汗水。韩战锋说道，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。这件事也出了人命，对吗？韩战锋连连点头，满脸崇拜的神色。跟袁先生之间的事，暂时不会往坏的方向发展。至于水利工程那件事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会大祸临头的。韩战锋听后，脸色发白的解释道，那是个水电站工程，第一天开工打桩时，水泥桩倒塌，压死了3个人，工程已经停工7天。这件事弄得我焦头烂额的，我该怎么办？小先生给我指点迷津。我告诉他，节卦寓意凡事要有节制，不宜操之过急，要等待合适的时机。我建议您先停工17天，然后把打桩的位置向东南方向移动98米，一定会有意外惊喜。韩战锋欣喜若狂，这件事简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，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又把一沓钱放在桌子上，兴奋地拉着我手臂说，小先生，如果这事能圆满解决，我一定还会登门道谢。您客气了。我跟他说，至于您和袁先生之间的事情，可以暂时放在一边，时机成熟后我或许会帮你解决的。韩战锋就是因为最近烦心事太多，才来找袁野撒气。他眉开眼笑地说道，小先生，有您这句话，我便不再跟他计较。转头看向一旁的袁野，沉着脸说道，我是看在小先生的面子上，暂时放过你，以后不许你为难小先生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袁野连连点头。韩战锋满脸笑意地看着我，小先生，我就不耽误你们谈事情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。他弓着身子，毕恭毕敬地把名片递给我之后，领着手下出了门。袁野则像送瘟神似的，把他们给送出院子。过了好一会才跟着刘琦一起回来。我帮了他的大忙，他应该感谢我才对，可没想到他刚坐下就暗示我，恨不得我立刻离开。小洛，我们袁家也精通阴阳术法，最近思宁很正常，应该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吧？看来他对我的话仍旧半信半疑的。袁叔，我卜的是复坤卦，煞气正在逐渐增强，思宁时刻都有生命危险。今天早上你们鱼池里是不是有2条锦鲤死了？袁野扭头看着刘琦问道，老刘，早上清理鱼池看到死鱼了吗？刘琦满脸的不可思议，这件事他连袁野都没告诉，而我却像亲眼所见似的。是的，那2条锦鲤活了4、5年，不知道为什么早上一起死掉了。我告诉他们，煞气正在逐渐变强，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会有锦鲤死掉，因为锦鲤是风水鱼，一旦风水被破坏，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锦鲤。可仅仅凭着这些还是很难说服袁野。我继续说到，袁叔，我想到思宁房间去看看。袁思宁的房间在靠近楼梯的地方。袁野把房门打开，整个房间里装饰非常朴素，连床单都是白色的，感觉像到了医院里一样。我观察着房间里的情况，坤居西南方位，如果有煞气入侵，肯定会从那个方向进来。果然，在墙角处有一行很清晰的黑色爪印，爪印一直伸展到袁思宁床边便消失了。袁野也看到了那行爪印，表情变得非常凝重。我扭头问袁野，袁叔，你这下知道我不是危言耸听了吧？我们回到客厅里，他寻思了一会说道，杨儿，你这么关心思宁我很感激，不过这件事我们能解决就不麻烦你了。他仍旧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来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强求，那就让他亲自来求我吧。我留下电话和地址，并说道，我只在这个宾馆住上1周的时间，如果有需要您随时可以去找我。袁野漫不经心地答应着，从他表情能看得出来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去找我的。袁叔，那我走了。袁野点点头，仍旧低头把玩着一只古董花瓶。我从袁家出来，心想袁野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如果袁思宁真出了事，他后悔都来不及。随后我来到了袁思宁上学的大学门口，现在是下午2点多钟，还没到放学时间，我打算等他一会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汽车轰鸣声传来，4辆轿车飞驰而至，一名身穿阿玛尼休闲服的男子从车上下来，他面色白皙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，虽然模样长得不错，却满脸阴鸷的神色，吩咐着其他人把东西都给我摆好。如果这次他再敢拒绝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一看就知道他应该是某个大家族的公子哥。那些人一起答应着，把鲜花和蜡烛以及礼花从车上搬下来。他们把鲜花蜡烛摆成一个星星图案，然后有人把所有蜡烛点着。那位公子哥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斜着身子靠在跑车上。终于放学了，我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孩
正在2个同学的陪同下向这边走来。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女孩正是袁思宁。3年没见，袁思宁出落得更加漂亮，仿佛仙子一般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方子华求婚对象是袁思宁。方子华抱着一大束玫瑰花走到袁思宁跟前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袁小姐，做我女朋友吧。”袁思宁柳眉微皱道：“方少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，也不会做你女朋友。”听到他的话，人群里立刻议论纷纷的。方子华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可仍旧不死心道：“袁小姐，我很有诚意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。”方公子，我对你这种花心大萝卜不感兴趣。方子华再次被拒绝，怒气嗖的一下就窜了上来，把鲜花摔在地上，一闪身拦住袁思宁去路。袁思宁倒是没被他吓唬住，想让我接受也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方子华连忙转怒为笑：“袁小姐，无论什么条件我都接受，你可不许反悔。”说着，袁思宁从口袋里拿出1枚硬币，随手丢在地上，硬币转了几圈之后倒了下去。袁思宁淡淡的说道：“要是你能把它捡起来，我就答应你。”哈哈，这太容易了。方子华口水差点流出来，弯腰去捡那枚硬币，可令他意外的是，硬币像被粘在水泥地面上似的，他用尽了力气，脸憋得通红，还是没能把它捡起来。我却笑了笑，心想袁思宁还真调皮，竟在硬币上施了术法。袁家很多术法虽然失传，可袁思宁多少还是学会了一些。方子华对术法一窍不通，当然没法把它捡起来。他恼羞成怒，一连踢了好几脚，硬币仍旧纹丝不动。方少，既然你捡不起来，那以后别来烦我。方子华仍旧不依不饶地拦住他去路。你在耍什么鬼把戏？我就不信有人能把它捡起来。如果别人办得到，我就彻底认输，再也不来纠缠你。这下有些难住了袁思宁，这件事除了他自己之外，还真没人能办得到。见袁思宁没有说话，方子华更加得意，嘿嘿冷笑着：“袁思宁，你的把戏玩不下去了吧？既然如此，你就乖乖的把我的花收下。如果你敢耍我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我不说你也知道吧，我不能看着他欺负思宁。”于是便走上前几步说：“我能捡起来。”方子华怒气冲冲地盯着我，在镇江城还没人敢跟他对着干。与此同时，袁思宁的目光也落在我脸上，疑惑地看着我，一连说了好几声你是，下面的话却始终没说出来。方子华打量我一番，怒道：“哪来的臭要饭的，敢跑这来出风头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”我问他：“你刚才说的话算数吗？”方子华用威胁的口气问我：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不管你是谁，就算天王老子也得说话算话。哼小子口气倒是不小，想要英雄救美你还不够资格，我根本用不着英雄救美，因为袁思宁是我未婚妻。我话音刚落，人群立刻像炸了锅似的，大伙都议论纷纷的。方子华像是听到笑话一样大笑起来，随后扭头问袁思宁是不是真的。袁思宁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，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其实我只是想帮他脱身才这么说的。袁思宁明白我的意思，微微点头。这下众人更是惊异不已，谁也想不到袁思宁居然承认了。方子华像发怒的公牛似的吼道：“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如果你没法把硬币捡起来，我再找你算账。不过是1枚硬币而已，有什么难的？”我弯下腰去，轻轻地把硬币捡起来。这点小术法当然难不住我。方子华张着嘴巴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拉着袁思宁的手转身就走。方子华错愕了10几秒，脸上满是杀气，怒道：“小子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吗？来人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，让他知道我们方家不是他能惹得起的。”听到他的吩咐，手下凶神恶煞似的向这边冲来。袁思宁低声跟我说：“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件事你管不了，你快走吧。”我根本没把这几个纨绔子弟看在眼里，看着袁思宁说道：“你等我一下。”我转身看向方子华：“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？”“你别跟我耍花样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”“如果你们坚持不住，一定要告诉我。”我从口袋里拿出6个硬币，我手臂一挥，6枚硬币同时落地，在地上不停地旋转，而那几个人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，也在原地转起圈来。6个人转得像风车似的，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其实这不过是骆家金钱术法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，用来对付他们已经绰绰有余。他们转了足有5、6分钟，一个个转得嘴里直吐白沫，只要硬币不停，他们就不会停下来。方子华忍受不住，嘴里求饶着：“大师，我服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”我这才一摆手，硬币倒下。与此同时，方子华他们虚脱似的倒地，仿佛一滩滩烂泥。方子华脸色发绿，指着我吼道：“我不会再纠缠袁思宁，不过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这个家伙居然还不依不饶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蹲下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方少，我劝你收敛一些吧。据我所知，这段时间你没少得罪人。今晚9点20分，有人想要你一条手臂，你还是祈祷自己平安无事吧。”方子华瞪大眼睛，疑惑地看着我，我也懒得解释，起身走到袁思宁跟前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看到刚才这一幕，袁思宁很吃惊，他这才知道我们骆家的术法不是他们袁家所能相比的。袁思宁停住脚步，跟我说：“刚才我承认你是我男朋友，不过是想要摆脱方子华的纠缠，你别当真。他的模样跟他老爸一样，都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”我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这次来是想送你一件东西。”“我这次来是想送你一件东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
袁思宁忽闪着大眼睛，不解地看着我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串5帝钱，你把它一直带在身边，千万别忘了。原来是5帝钱，我们袁家多的是。你来学校找我，难道就是为了送我一串5帝钱吗？我不远数百里把它给你送来，肯定有它的用处。普通5帝钱当然比不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吉普在路边停下，吉普车窗被摇下，刘琦的脸从车里露出来，见袁思宁在和我说话，他微微皱了皱眉头，喊道：“思宁，老爷等着你回家呢。”知道了，袁思宁很清脆地答应着，跟我道别后向着汽车跑去。吉普车带起一股烟尘，倏然开走。不过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袁家从第2天开始就陆续有人去世，尸体被抬出来时却发现并不是袁家人。从那天开始，袁思宁就没再去上学。同样的，第3天早上又有尸体从袁家抬出来，这次是2具。看来我的卦没算错，袁家人之前对我态度很不好，我已经去过一次，如果再主动上门，袁野同样不会把我当回事。我要等着他来请我。到了第4天，一阵骚动从宾馆外面传进来，我走到窗户跟前，看到10几辆轿车同时停在宾馆门口，好多人都站在门口看热闹。轿车停住后，刘琦从车上下来，袁野紧跟着下车。跟前几天见到他时不同，袁野表情很严肃，脸色明显有些发白。袁野沉着脸径直进了电梯间。几分钟后，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一看到我开门，袁野抓住我手臂，苦着脸说：“到这儿，我来请你帮忙了，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思宁，你别生叔的气，上次都是叔不对，可是思宁爷爷的死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个疙瘩。”他终于跟我说了实话，当初要不是因为袁思宁爷爷的关系，他肯定不会同意让我跟袁思宁定娃娃亲。袁野微微叹了口气，其实我对阴阳师这个职业非常反感，我父亲一辈子给人算命看风水，结果却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真不想让思宁再嫁给一个阴阳先生，我怕将来你也走他爷爷的老路，到时候思宁该怎么办？袁叔，你的想法我很理解，可每个人的命不一样，如果能跟思宁在一起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他，我会倾尽全力保护他。袁野眼神闪烁着，你和思宁之间的事情我不管，可思宁这个孩子脾气很倔强，能不能让他接受你就看你自己了。随后我询问了袁家这2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袁野表情多少放松一些，说到：“你走后，我对你的话并没往心里去，可当天夜里就出了件怪事。那天夜里我被一阵鼓乐声给惊醒了，就是娶亲时吹奏的那种鼓乐。我当时还很纳闷，大半夜的怎么会有人娶亲呢？于是起床走到门口看了一眼，并没有见到鼓乐队，反而发现思宁正在大门口徘徊。他从大门一侧走到另一侧，却始终也没法出门，就好像梦游一样。可是思宁之前从来没梦游过。我赶紧下楼把他抱回到房间，后来想了想，那种鼓乐声我好像在哪听到过。我想起是在思宁出生那天的夜里，我曾经听过这种鼓乐，当时还以为是祥瑞之兆，谁也想不到过了20年，鼓乐声又响了起来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夜里又是同样的时间，鼓乐声又再次响起，同样思宁又开始了梦游。这次他出了大门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抱回房间里。这时我才想起你之前跟我说思宁会有一个坎，于是我就从风水一条街把陈瞎子请了过来。这个陈瞎子还是有点名气，我让陈瞎子守在大门口，到了那个时间鼓乐声便没再响起，思宁也没梦游。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，可第2天早上陈瞎子就不见了。我们找到他时，他正吊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杈上，人已经没了气息。我还不死心，又通过朋友帮忙，花大价钱请来2位更有名气的阴阳师，结果第2天早上都跟陈瞎子一样，吊死在同一棵大树上面，连方向都是一样的。我怕思宁出事，还来请你帮忙。既然袁叔都来找我，那我自然是要帮忙的。但我帮忙有个条件，就是解决这件事途中，你们所有人都必须听我的命令，否则我没法帮你。袁野连忙点头，都听你的。那我们立刻动身。我简单收拾一下东西，跟着他们来到了袁家别墅。当我见到袁思宁下来，他跟那天光彩照人的模样相比，脸色有些苍白。见到我先是一愣，然后朝着我点点头，大大方方的在我对面坐下。你给我的5帝钱很管用，这几天我能平安无事，多亏了他。5帝钱，袁野这才明白过来，要不是有5帝钱护着他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我问他，当初爷爷给你的我那缕头发还在吗？当然在。袁思宁把挂在脖子上的玉坠打开，那个黄色纸包从里面露出来。袁思宁刚把纸包打开，只见纸包里包着一缕有些发白的头发，几点灵火在轻轻闪动着。鬼发。袁野当然知道只有死人头发才有灵火，他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那团头发，低声问道：怎么会这样？看来爷爷所说没错，他已经替我死掉，连我的头发也变成了鬼发。我盯着袁思宁问道：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便起身往外走。袁野张张嘴想说些什么，不过想起答应我的条件，
还是把话给咽了回去。我们从袁家院子里出来，远远的就看到了他们所说的那棵老槐树，树身很粗，上面满是裂痕，一看就颇有些年头。老槐树枝叶繁茂，并且那几个枝干刚好朝着袁家，看来是有东西领着那些人到这里来的。看到枝干正指向袁家屋后，我跟袁思宁说道：“我们回去。”袁思宁疑惑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他也没多问，跟着我回到袁家。我并没进屋，而是直接向屋后走去。可当看到后院果树西南方向的枝丫时，我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。在树杈上齐刷刷地挂着3只老鼠，已经死去多时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是一种换命术，有东西用3只老鼠跟那3位阴阳师换了命，所以他们才会自缢而亡。看来袁家惹上的是个令人头疼的东西。晚上吃饭时，袁野试探着问我：“杨爱，你想好应付办法了吗？”为了不让他担心，我便说道：“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过今晚夜里我会住在袁思宁的房间，你们尽量不要出门，住在思宁房间里。”袁野听后表情有些不情愿，可他答应过我又不能反悔，只得勉强点头。袁思宁倒是没反对。吃完饭天已经黑了下来，我跟着袁思宁回房，他的房间很宽敞。袁思宁在床前划了一道线，并凶巴巴地告诉我线那边是他的范围，不许过界。线那边是我的范围，不许过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过去的。我拿出一枚嘉庆通宝来，我问他：“你信任我吗？”袁思宁点点头，看他点头，我便把铜钱擦干净递给他，并吩咐道：“一会听我吩咐，把它放进嘴里，记住了吗？”袁思宁把铜钱接过去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还是把那枚铜钱放进了嘴里。马上就要到11点钟了，此时是阴气最盛的时候，如果真有什么东西，肯定会选择在这个时段出现。袁思宁一点睡意也没有，拿出一副十字绣来，坐在床边绣十字绣。我则把祖传的铜钱放在茶几上，铜钱传了好几代，已经有了灵性，如果阴气有波动，它很快就会有反应。几分钟后，一阵若有若无的鼓乐声传了过来。袁思宁忽地把十字绣放在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在梦里听到的就是这种鼓乐声。”我站起身来，走到窗户跟前，袁思宁紧跟着走过来。袁家院子里非常安静，鼓乐声忽然大了很多，鼓乐队似乎已经进了院子，可我却什么都看不到。就在这时，一乘黑色轿子从大门外面轻轻飘了进来，袁思宁也看到了这一幕，眼睛瞪得很大，差点叫出声来，脸上满是惊恐的神色。黑轿子进院后，在假山跟前停下。此时茶几上那枚祖传的铜钱忽地立了起来，铜钱轻轻转动着，改变方向指向袁思宁的床，同时一行爪印向着床边伸展过去。袁思宁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他这才知道每天夜里都有东西到他的床上，要不是因为事先做好准备，他肯定又要梦游了。爪印停在了床边，那阴灵在寻找袁思宁，停留了将近2-3分钟，忽地向这边延伸过来。与此同时，铜钱也跟着阴灵所在方位轻轻转动着，很明显他奔着我们这边来了。难道是被他发现了吗？袁思宁脸色煞白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掌印，他头上满是汗水，顺着面颊流下，叮的一声落在茶几上面。铜钱虽然能掩盖我们气息，汗水却暴露了他的位置。脚印稍微停顿一下，忽地向这边冲来，眨眼间已经冲到茶几跟前，同时一股阴冷的寒气迎面而来。我手里的3枚铜钱同时出手，随着砰的一声，一阵尖利刺耳的叫声随之响起，像老鼠的叫声。同时一撮灰白色毛发飘落在地板上面，阴灵应该被震散了。我的目光落在铜钱上，令我意外的是，那面正朝着袁思宁。不好，一部分阴灵虽然被击散，可还是有一部分上了袁思宁的身。袁思宁打了个冷战，嘴里铜钱啪的一声落在桌子上，之后猛地站起身来，向着门口跑去。他跑的速度很快，眨眼间已经到了楼下。我紧跟着向楼下跑去，从袁野房间门口经过时，看到他正把门开个缝，满脸惶恐地看着我。袁叔，你别出来，我会跟着他的。袁野脸拉长的像苦瓜，虽然很不放心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这个时候，袁思宁已经到了院子里，把轿帘掀开坐了进去。袁思宁刚刚坐进去，轿子就飘起来，径直向着大门外面飞去。他速度很快，凭着双腿我根本就没法追上他。此时袁野急忙跑出来，把车钥匙递给我，我赶紧上车，开着车从院子里追出来。轿子一连飘出去10几里路，到了一座庙宇门口，轿子停下，袁思宁从里面出来，推开庙门，直接走了进去。庙里面灯火辉煌，在朝着门的地方摆着一座将近1丈高的泥塑像，一只大老鼠的雕像。这是座灰仙庙，整个灰仙庙里除了我和袁思宁之外，一个活人也没有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意图，我倒是很想知道跟我抢袁思宁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我向前迈了几步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雕塑中央那根黑香从中折断，连蜡烛也熄灭了，整个灰仙庙里立刻变得漆黑一片。我赶紧把手电筒拿出来，看到一个被铜钱轰碎、用纸扎成的老鼠正倒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在旁边惊呼道：“青铜老鼠！”我终于找到他了。话音刚落，一道身影已经倏然向着铜鼠扑去。想到这个树阵就是借助铜鼠摆出来的，这铜鼠里面肯定有对方留下的线索。
我当然不想让它落到别人手里，随即赶紧弯腰把铜鼠捡起。那人扑了个空了，哼说道：“我胡海山想要的东西，还没人能抢得走。”说罢便朝我扑来，他的速度极快仿，拳头暴风骤雨般的向我袭来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脑袋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。见状，我也有些怒了，说道：“你别太过分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客气又能怎样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就不了你。”说罢，他继续挥拳向我袭来。我担心袁思宁的安危，不想跟他过多纠缠，随后拿出一枚铜钱，一抖手，铜钱拖着一道红芒向着他飞去。雕虫小技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说着，他便一把抓住了飞来的铜钱，却被铜钱的力量震退了好几步。同时，一股黑烟从手中冒出，整个灰仙庙里充斥着一股烤肉的味道。男人被烫得嗷的一声，就把铜钱丢在了地上，掌心里赫然留下来一个乾隆通宝的焦糊印痕。可当他看清楚地上那枚铜钱时，满脸喜色的说道：“是骆家金钱术法，您难道是骆少爷？”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认识我们骆家的金钱术法。见我微微点头，男人哈哈笑着说道：“原来真是骆少爷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”说着，他便热情的想要抓住我的手，我赶紧甩开他的手，满脸疑惑的看着他。男人笑着说道：“我叫胡海山，早年受过骆老先生恩惠，很是仰慕。就在前2天，特意去河口村找过骆老先生，结果骆家一个人都没有。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巧遇，说明我们还是很有缘的。”他嘴上这么说着，却盯着我手里的铜鼠咽了口唾沫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放下了戒备。此时我才发现，刚刚还在下案前的袁思宁已经不见了。刚才只顾着跟胡海山动手，居然连他什么时候失踪的都不知道。见我心急如焚的样子，胡海山急忙问道：“你是在找袁小姐吗？”“是啊，你看到她去哪了吗？”在进来之前，我看到有人把她带上车离开了，看来对方一计不成才带走了袁思宁，我得赶紧去找她才行。胡海山见状，贼兮兮的跟我说道：“我能帮你找到她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这家伙明知道我急着找到袁思宁，还趁火打劫的跟我讲条件。看着他有恃无恐的样子，我只能耐着性子问道：“你要我答应什么条件？”“我去河口村，就是想求骆老先生给我算一卦。听说骆老先生已经封卦，骆少爷，要不然这一卦你来帮我算，只要你给我算完，我们立马出发去找袁小姐。”我走到供桌跟前，跟他说：“胡先生，我此时心里无法平静，没法给你算卦，但是我可以给你测字。”胡海山陪着笑脸说道：“骆少爷客气，叫我老胡就行，只要能帮我算，随便你用什么方法。”随后我便让他说一个字，没想到他就随口说了一个铜字。看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只铜鼠。铜字我思索了一下，金字8画对应上卦为艮卦，铜字6画对应乾卦，卦象为山天大畜卦，艮卦对应的动物为狐，证明你想算的事情跟狐狸有关。乾卦属性为金，代表刀斧，应该是那只狐狸受了伤，你应该是想算一算它是不是活着，对吗？我话音刚落，胡海山就惊讶地伸出大拇指说道：“骆少，你简直神了！骆家金钱卦果然了不起。”我没有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大畜卦寓意富有，利涉大川，他应该能够安然脱险。胡兄，你也会大富大贵。乾卦为贵人，你能遇到帮你的贵人。”胡海山高兴的手舞足蹈，直接过来拉住我的手说：“骆少，你就是我的贵人呀！你这是算帮了我一个大忙。”我问道：“你来找那只铜鼠，应该跟这件事有关系吧？”胡海山两眼放光的说道：“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有关铜鼠的线索，所以就急忙赶了来。”随后我仔细的看了看手里的铜鼠，铜鼠大约巴掌大小，是用青铜铸成的，边缘处还带着铜锈，应该是春秋时期的物件，只是铜鼠一侧的断口是崭新的，看来应该是从某种铜器上面掰下来的。看完之后，我对着胡海山说道：“胡兄，铜鼠是某个青铜器上的一部分，就算把它给你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你是想根据这只铜鼠，从而找到一座宫殿之类的建筑，但是那座宫殿应该在青龙江边，具体位置用测字法推算不出来。其实我也是想利用铜鼠找到背后布局的人，既然我们两个目标是一致的，不知能否暂时合作一下。”胡海山听完兴奋的一拍大腿：“那当然好走，我这就带你去找袁小姐。”他一把拉着我，一阵风似的出了灰县庙。这家伙办事风风火火，比我还着急。上车后，胡海山就说到进庙前，我看到有人把袁小姐推进车里，我知道那人没安好心，就特意在车上做了标记，你只要按照我说的方向走就能找到他。我按照他的指引，大约开出去10几里后，一大片废弃的工地出现在视野当中，只见远处的烂尾楼前果然停着一辆汽车。胡海山压低声音跟我说道：“袁小姐应该就在里面。烂尾楼一共7层，每层都有数十个房间，想要找到袁思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俩也只能挨个房间搜寻，一直搜到2楼的走廊时，我忽然发现在走廊边缘处有个东西在微微闪着光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发现竟然是袁思宁的手术刀。既然手术刀掉在这里门口，那就说明他离我不远了。”我朝着胡海山招招手，我们一起向着房间里走去。房间非常宽敞，地面上满是灰尘，最显眼的是在房间中间摆着一口大红棺材，一道身影正直愣愣地站在棺材旁边，我一下就认出了是袁思宁，而在他旁边有个人正弯着腰点着蜡烛，在烛火的照射下，我立刻看清了他的模样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
这个人竟然是张浩轩的爷爷张策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在搞鬼。张策把棺材盖子掀开，用嘶哑的声音跟袁思宁说道：“思宁，这件事你不要怪我，跟浩轩相比，当然是他的命更重要。要怪只能怪那个姓骆的小子，是他害死了浩轩。因为只有你能救活浩轩，所以就只好牺牲你了。”看清楚房间里的情况之后，胡海山的表情也很凝重。作为曾经的龙头牌的掌控者，张策这个家伙老奸巨猾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在卖什么药，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伤到袁思宁，所以这件事不能莽撞。我指了指袁思宁，然后朝胡海山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去救袁思宁，张策则交给我来对付。胡海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用力点点头。随即我手里捏着一枚铜钱，手臂一抖，铜钱带着红芒向着张策飞去。同时胡海山一个箭步冲出，向着袁思宁扑去。还没等铜钱轰到张策身上，陡然间红芒从棺材周围的符文上闪烁而出，将张策、棺材以及袁思宁都护在当中。铜钱轰到红芒上面，像落在水面一样泛起一圈波纹。一边胡海山的手刚碰到红芒，随即身体一震，被弹飞出去好几米远。此时张策转头看到是我，咬牙切齿的怒吼道：“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，是你害死浩轩的。袁思宁跟你有过婚约，让他给浩轩续命也是理所当然。看来这个老家伙认定是我害死了张浩轩，恨不得把我碎尸万段。”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：“张老先生，是张浩轩逼着我给他算卦的，况且我只是给他算命而已，这是他的命，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承认？之前我特意找人给浩轩算过命，他还有76年的寿命，结果你给他算命之后3天内他就死了。是你的卦改了他的命。”此时胡海山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屁股说道：“老张，你弄错了吧？一副卦就能要人命的那种人根本就不存在。”张策瞪了他一眼说道：“别人我不知道，可这个小子绝对能做到。”胡海山咧咧嘴，凡事要讲究证据，你不能这样血口喷人。或许真的是你孙子阳寿已尽，也不一定呀。张策此时眼里像是要喷出火来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给我滚得远远的。罗家小子！说完，他便把棺材盖掀开，在摇曳的烛火下，一张有些发白的面孔从棺材里露了出来。只见躺在棺材里的正是张浩轩。此时，胡海山在一旁提醒我：“这个老家伙疯了，我们得想法阻止他。”可张策设置的术阵，以我的金钱术法根本就没法破解。看着张浩轩的脸色正在变得红润，我脑海中忽然有了主意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张策说道：“张先生，那么我也给你算一卦吧。”张策闻言嘿嘿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招对我不管用。你们骆家的金钱卦，在起卦时要用对方的生辰八字或者随身携带的物品，我一直在防着你这手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法给我算命。”我冷笑一声说道：“那可未必。”随后我把爷爷留给我的那只龙头牌拿了出来，我就用它给你算一算，你还能活几天，你看如何？随后我就把龙头牌连同铜钱一起夹在掌心当中。张策见状，脸立刻变得煞白，他没想到我会拿出龙头牌，对于我的卦能改命，他是深信不疑的。此时胡海山也在一边帮腔说道：“孙子才活了3天，说不定爷爷只能活1天，或许立刻就会阳寿耗尽。”张策听到胡海山的话，更是无法保持淡定，冲我怒吼道：“小子，我这就让你给浩轩偿命！”他一个箭步从树阵中冲出，一道寒光向着我刺来，阵法全靠他的力量支撑。他既然从里面出来，树阵威力就会减弱很多。我就在等着这一刻，朝着胡海山使了个眼色。胡海山反应很快，伸手挥出一道烟尘，倏然向树阵冲去。烟尘撞到树阵上面，红芒被震出一个大洞。胡海山急忙冲进去，把袁思宁从棺材里拉了出来，随后一脚踢翻了棺材。张浩轩的尸体也从棺材里摔出来。看到孙子的样子，张策不再理会我，急忙跑了回去，摆脱了树阵的束缚。袁思宁的身体也慢慢恢复，他脸色苍白，头上满是汗水。胡海山也狼狈地站起身。就在此时，红芒发出砰的一声，像肥皂泡一样彻底消失了。张策老泪纵横地抱着张浩轩的尸体坐在地上，看着张浩轩塌陷下去的脉门，张策仰天长叹一声：“难道都是天意吗？”说罢，他抱着张浩轩的尸体站起来，踉跄地向门外走去。望着他悲痛欲绝的背影，我也不想节外生枝，便和胡海山一起扶着袁思宁往车上走。随后开车向着袁家别墅开去。此时的袁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院子里来回踱步。见我们安然回来，悬着的心才安稳下来。他伸手扶住女儿，说道：“思宁，你没事吧？”袁思宁看到父亲，也眼含泪水的低声说：“还好，多亏了洛阳他们2个，否则我可能见不到您了。”您尽管放心，有洛少在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况且还有我在一旁帮他。袁野疑惑地打量着胡海山，这位是？从我口中得知，是胡海山和我一起救出了自己女儿。袁野急忙冲胡海山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多谢胡先生仗义相救。”胡海山也微笑着跟袁野拱了拱手。随后大伙便进了屋，在沙发上坐下。听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袁野气得一拍桌子，怒道：“真想不到张策这个老家伙居然做出这种事来，枉我这些年还把他当长辈看待。我有些事情不太明白。”随即问道：“袁叔，袁爷爷生前有没有跟你提过，思宁的命格很特殊，能给人续命？”袁野苦着脸说道：“父亲倒是说过这件事，这是我们袁家的秘密，
都怪父亲贪酒，把秘密透露给张策，这才给思宁惹祸上身。其实我最担心的并不是张策，张策虽然阴险，但对我们构成的威胁并不大。可是那灰仙庙里没有结束的婚礼，却让我心里感到忐忑不安。难道对方那么做也是想让袁思宁续命？如果续命的话，根本就不用那样大费周章。这种事只有找到那个设局的人才能弄清楚。随后我便拿出铜鼠递给袁野，问道：“袁叔，您见过这个东西吗？”袁野不敢置信地接过铜鼠，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随后把铜鼠轻轻放在茶几上面，沉着脸说道：“这铜鼠本是我们袁家祖上传下来的物件，可如今怎么会被人当成了施术的工具呢？”袁家祖传的东西？胡海山惊疑地问道：“他怎么会跟你们袁家有关系？”袁野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上次韩战锋来兴师问罪，就是由他引起的。我也没想到这两件事之间竟然还有联系。”袁野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自从思宁他爷爷去世后，我就彻底放弃了祖业，连祖上留下的东西也不想保留。韩战锋来家里做客，刚好看上他，软磨硬泡之下，我就把它卖给了韩战锋。啊，他非常喜欢那只方壶，特意把它摆在收藏室里。结果一个工人在擦拭时，不小心把方壶盖子给打开了，之后那个工人就出事了。因为出了人命，韩战锋非常生气的来兴师问罪。我打算把钱退给他，可他又不收，非逼着我帮他解决这件事，所以上次他来家里才会不依不饶。方壶上的一只铜鼠就如此恐怖，壶里的阴气肯定更加可怕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明天就去见一见韩战锋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跟袁野打听好韩战锋的住处，我和胡海山便从袁家出来，径直向着韩战锋家赶去。到了韩家别墅外面，不一会，韩战锋便在2名手下的陪同下，大笑着从里面迎了出来。原来是小先生莅临韩舍有失远迎，不知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随后大家在沙发上坐下闲聊一会后，我才把铜鼠拿出来，问道：“韩先生，不知你见过他吗？”看到铜鼠，韩战锋的手猛地一抖，差点没把面前的茶水打翻，皱着眉不解地向我问道：“小先生，他怎么会在你手里？”我并没有告诉他袁家发生的事情，只是声称自己在灰仙庙里偶然所得。可韩战锋的脸色忽然变得煞白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那只4面铜壶一直被我锁在收藏室里，铜鼠明明是镶嵌在铜壶上的，怎么就跑到外面去了？”我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除了您之外，还有人碰过它吗？”韩战锋苦笑着说道：“小先生，这铜壶很邪门，应该不会有人傻到主动去招惹它吧？”闻言我说道：“如果韩先生方便的话，不如带我们去看看这只铜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打算把它买下来。”韩战锋听后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小先生，这可是个烫手山芋，扔又扔不掉，留又留不得。如果您真的喜欢，随你拿走就是。可是这东西十分的邪门，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心有余悸。出事后我担心再闹出人命，就把铜壶锁了起来。”听完后，我和胡海山互相对视了一眼，我更加不解，既然能把铜鼠带出来，为什么不干脆把整只铜壶都带出来呢？用它设置树阵，威力岂不是更强？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胡海山说道：“铜壶里阴气太重，人肯定没把握控制住，所以才只把铜鼠带了出去。”他的解释也很有道理。韩先生，我们这就想去看看那只方壶，不知韩先生方不方便？方便方便，这边请。韩战锋答应着起身，随后我们从院子里出来，刚准备上车，忽然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传来，一排豪华轿车停在了韩家别墅的大门口。韩战锋见状，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帮人怎么来了？看来我们今天是走不了了。”